近期又有一部韩剧爆了，剧名《非常律师与英语》，收视率拿下第一，打破纪录成为韩国 ENA 电视台开台功臣，口碑更是节节飙升，从 9.0 升至 9.3 分。那么《非常律师与英语》有哪些看点呢？一、人情与法理。故事开启于从小便患有自闭症女孩与英语身上，这一症状让其拒绝与其他人交流，但幸运的是，与英语所患是自闭症中的亚斯伯格症候群，即没有智力障碍的自闭症群体，且往往会在某一领域有着惊人的天赋，这让从小在父亲熏陶下看民法的与英语突破重重阻碍，以全校第1名成绩从首尔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律师。这天是与英语上班的第一天，因患自闭症动作不利索，说话时或总是结结巴巴，或重复复述他人话语的缘故，上司对与英语持否定意见。但很快，与英语用惊人的能力和设身处地为辩护人着想的精神打动上司。第一个案件中，老奶奶被起诉故意用熨斗砸死老爷的故意杀人罪，但与英语发现家中所有财产都在老爷爷名下，老奶奶没有经济收入，且老奶奶在医院照顾老爷爷时举措十分温柔，所以断定老奶奶不可能故意杀害老爷爷。于是从如若故意杀害伴侣则无权继承财产的角度，成功将故意杀人的罪名转换成故意伤害罪，为老奶奶免去牢狱之灾。第二个案件中，众人遇见狮子大开口的委托方因酒店搞砸女儿的婚礼，索赔整整10亿韩元，约人民币520万。一方面，与英语从男方承诺双方结婚后赠与女方巨额土地的前提下，成功将索赔金额提升至33亿韩元。另一方面，与英语在明白女方不愿意自身婚礼变成财产交易的情况下，告知女方只要在法庭上提出撤诉，便可以结束一切的方法，让女方赢得决定自身人生的机会。剧集上保持一集一个案件的节奏，叙事明快，没有任何废镜头，且每个案件的代表性都非常强，切入点也极为大胆。如第二个案件中，女方不愿意结婚，是因为其有一个同性恋人。面对案件，与英语坚守了律师必须对委托人负责的选择，同时也设身处地为委托人着想，尊重他们的意见，做出最适合的决定。人情与法理并存，看下来十分感动。二、温暖和治愈。剧中女主角与英语是自闭症患者，这让她从小便承受着来自他人异样的眼光，学生时代被同学欺负，只有躲在老师办公室才能迎来一丝宁静。凭实力考上律师，一是被其他律师质疑，认为与英语是和我们不一样律师。面对大众的异样眼光，与英语的选择是坦然接受，坦荡告知对方自己的病情，而后以温暖的性格和强劲的实力赢得他人尊重。第一个案件中，上司没有想到如若故意杀害伴侣，则无权继承财产的关键点，因此对与英语刮目相看，正式接受与英语。在第三个案件中，与英语用独特交流方式和同为自闭症患者的委托人交流，成功获得案件关键信息。为辩护加持，与英语用自身的温柔换来他人同等的对待和温柔。法庭上，与英语不懂法官念名字要达到的程序，于是高冷上司捏着脖子伪装与英语的声音回答，搞笑又宠溺。因为害怕公司门口旋转门，所以与英语下班时总是要花费很长时间出公司，同时一边苦恼与英语和自己竞争转正名额，一边帮助与英语走出大门。因为与英语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同时对案件及委托人十分负责的女生。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演员朴恩斌对角色做了很多设计，如与人说话时的眼神飘忽，每次进入陌生场合都要手指头倒数4下才进门的缓冲，以及蹦蹦跳跳着走路的可爱，让观众无限喜欢上这个古灵精怪的女生。包括剧中上司礼貌地对与英语表示是我想的不周到，而后与英语认真回答现在知道就可以了的情节，也是治愈又可爱。与英语用善良的态度对待世界，所以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三、平等的爱情。最后最让观众期待的便是与英语与律师李俊浩之间的爱情。从第一次见面，李俊浩便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面对与英语，告知与英语用找节奏的方式走出公司旋转大楼，在周围所有人都不愿意听与英语讲述鲸鱼的故事时温柔倾听，甚至是和与英语约定专属的鲸鱼时间，两人一同探讨，两人一同前往寻找对案件有关线索时，李俊浩对与英语十分尊重，即使是与英语说出不符合场景的话，也是暖心打圆场，让观众直呼温柔帅气。可到了在与英语因为自责自身自闭症患者和身份而给委托人带来困扰而离职后，李俊浩更是为与英语准备礼物，和其他同事们一起故意引诱与英语为好友站上法律，希望并鼓励与英语能够战胜自身内心的恐惧，成为一名勇敢的律师。不同于其他律师剧《非常律师与英语》，
选择温暖而又治愈的方式，盖亚斯伯格症候群自闭症的人物设定和各式各样人情与法理并存的案件，来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一行业。这样的佳作值得被所有人看到。